我们做个简单的数学题，论文格式在你的功课里面至少占了10到20%。一个学期算你有5个科目就好了，一年有2个学期，你读个4年的话，你知道你损失了多少分吗？好哩哼哼哼，好哩好哩叮哗啦！不管你是第一次听到 APA Style 的大学新生，还是已经用了 APA 用了很多年，还搞不清楚 APA 到底是什么的大学老鸟，这个影片都将让你受益匪浅，让你知道 APA 你所不知道的事情。大家好，我是波罗森，我的频道是关于自我学习跟自我增值上面的一些技巧，而你现在观看的影片，则是我在做的 APA Reference 系列里面的第1支影片。所以，如果你对这方面的资讯有兴趣的话，就别忘了订阅我以及打开小铃铛，这样你才可以及时收到我最新更新的影片。在这期影片里，我将会解答的问题APA Style 到底是什么来的 ？APA Style 是害人精还是不要精？而为什么你要学习 APA Style， 以及学习 APA Style 的话，会不会很难呢？那么进入正题 ，APA Style 到底是什么来的呢？APA Style 其实它全名叫做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所以它就是由美国心理学协会在1952年所提出的一种论文格式。而为什么论文格式还要特地提出一种让大家都跟随呢？因为它是一种学术界里面的沟通媒介，也就是很像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语言，而这种论文格式其实在世界各地也有上百种的论文格式。就很像英文在世界里面，它属于一个世界语言，但是也是有些人对英文半生不熟，甚至有些人是讲其他语言的嘛。同样的 ，APA Style 它其实主要是用在心理学学系、教育系以及在社会科学的学系里。所以你在学习你的论文格式的时候，你首先要搞清楚的事情是，你的学校或者是你的机构要你使用的论文格式到底是哪一种，到底是不是 APA Style 第7版本呢？是的话，那你就来对地方了。而接下来这一系列关于 APA 的教材，都会以2019年 APA 所提出的第7版本为依据进行教学。那么进入第2个问题 ，APA 到底是害人精还是不要精呢？有些人会认为，哎呀 ，APA 我要花这么多时间去学习这么复杂一个论文格式，根本没有必要嘛，根本就在浪费我的时间，害我每次论文白被扣分。可是呢，APA 这个论文格式其实对于学术界的发展是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我就把写一篇论文里面参与的3个人之外里面，也就是原文作者、你以及你的读者，对于3方来说都是有好处的。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当他的论文被你引用并写在你的 reference 里面的时候，就对他来说是一种尊重、一种肯定，甚至于在学术界里面有着你的论文被引用越多次，代表你的论文是一个好论文这种说法存在。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而对于你自己来说，你做好的 reference 其实也是你的一个保命符，让你不会因为被告侵权而被追究法律责任。不仅如此，你在未来如果想要追溯回你原本的上一篇论文到底写过什么参考，看过什么参考啊，也是可以从你的 reference 里面找出来，它也是一种记录。而最重要一点是，当你在写论文，你做好你的 reference， 做好你的参考之后，它其实可以让你转移你的论证责任。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做论文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你一个科学研究的文字结晶嘛。换而言之，里面的话其实都是有经过确认而得出的一个结论。那么如果我在论文里面说吸烟有害健康，而你要自己在论文里面自己证明这件事情的话，它也未免太长篇大论了嘛。所以当你直接在上面用个 citation 写上你是从什么地方得出这个结论的话，那举证责任其实就直接去到那作者身上。所以读者有什么疑惑的话，他可以直接找到原文作者，而不需要你在里面长篇大论，你只要直接说出这个结论就行了。所以当你可以转移你的举证责任的时候，它其实无形中帮助你提高你论文的公信力，而减低你需要论证的成本，对你来说其实是好事一件来的。那对于你的读者来说，你做好你的 APA Style 其实是很方便他们阅读的，因为你要想一个读者他可能要看10篇甚至更多的论文的时候，如果每一篇论文都用不同的格式的话，他要一点点去理解每一个论文格式，从头学起，就像你要去学不同的语言来看不同的书一样，很费力嘛，很没有效率嘛。所以大家都用统一的一个论文格式的话，对于读者来说是非常方便也更有效的沟通。而更方便的一点是，当你把你的 reference list 给做好的时候，他们要找回原文会变得非常的方便。就好像你已经把你的 GPS 地址已经写在上面的时候，他要找寻的话，他就可以直接定位找回原本的原文在哪里了。所以说到这里，大家应该不难发现
APA Style 它虽然是有一些麻烦，而且你要学习的成本在，但是长远来说，它无论是对于你们作者你还是你的读者，都是有着很大的帮助的。但是我知道这时候镜头前的你，可能你会想，那关我咩事呢？这是学术界的事情，关我什么事情？好，那我就说一个跟你们有关系的事情。如果你是大学的新人的话，那就不用说了，你在大学要待的时间至少有个3到4年吧。那如果你是一个已经要毕业，或者是已经要踏入社会的人，其实你进到社会的话，如果你是在教育领域，或者是你有要升学的打算的话，其实你也跑不开要做这些论文格式的，所以学起来对你们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的。那我们说回大学新鲜人，你在大学的时候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呢？在 APA， 大家试想想，你在大学的期间里，每个学期至少也拿5到6个科目啊，每一个科目基本上都会教你要用这个论文 APA 的论文格式来写你的功课，来做你的论文嘛。而一般上它会占的分数大概是在10到20%左右。我们做个简单的数学题，论文格式在你的功课里面至少占了10到20%，一个学期算你有5个科目就好了。1年有2个学期，你读个4年的话，你知道你损失了多少分吗？你损失了很多分啊！所以聪明如你，我们算一下数学题就知道了。你看完我整个系列的影片，你不过才花个1个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但是这些学到的技巧跟学到的知识，却可以帮助你受用你整个大学生涯，甚至于之后的生涯，保住你每一次做论文的时候，你 APA 你再也不需要特地去每一个网站慢慢去查询，慢慢去看那些你还不熟悉的英文单词，省了你很多时间啊。所以就赶快订阅我，打开小铃铛吧，不然你到时候你就会在 assignment 期间的时候去找那颗菠萝在哪里？那来到最后一个问题了，学习 APA 会很难吗？你别看这个 APA 第7版本的手册里面有700多页，700多页，那全部密密麻麻字，很像很可怕。但我其实帮你翻过了那个目录了。对于一般的学士学生、理论学生，你其实只需要知道里面差不多20%到30%，甚至更少的发现率，你基本上就可以在你的格式分里面拿蛮高的分数了。所以不需要担心，你需要知道的资讯，我其实都已经整理好给你，将会在之后的系列里面陆续推出了。那么对于身为学生的你们对于 APA 到底需要知道什么资讯呢？ APA 的第7版本的手册里面其实有明确指出了学生其实需要做到的程度有什么标准，但是大家需要注意一点是，每间学校或者是每个机构，他们其实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也就是其实也是在一些细节上面有所调整。举个例子，在 APA 的手册里面，其实有说到，你在写论文格式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加上 running head， 而 running head 是对于那些希望把自己的论文给刊登出去的时候才需要加上的。但是在我自己所读的大学，大学 U 大里面，它其实是有要求我们要写上 running head 的。所以对于每间大学它有什么标准会不会比较高还是比较低等等，其实是根据你自己的 assignment guideline 里面你去了解，或者是从你的 marking scheme 里面，甚至你可以去跟你的老师确认他要的格式是什么样。就像刚刚所说，标准可能有不同，但是我们现在先从最基础的开始教起。学习 APA Style 的时候，最基础的你需要知道什么？其实就是 citation 跟 reference list， 这2个是最基础你需要知道的。citation 跟你的 reference list， 它们其实就很像 GPS 组合一样。citation 就是在你的论文里面定位说你哪一句话是引用其他人的研究成果，或者是引用其他人的想法的，那就是你在上面做一个标记这样的概念。而你的 reference list 呢，其实它就是整个这些论文的地址。而 reference list 呢，则是你详细的写出你引用的那篇论文你是怎么得到它的一些基础资讯是什么，以方便你的读者可以查阅回去。所以这2者的关系就是，一个读者在看你的论文的时候，他会先看你说的这句话，抽烟是有害健康的，所以可能你晒的人叫做小明，在2019年写的一篇论文，而下面就会有小明这篇论文它的地址，比如说像它的作者名是什么，它的年份是什么，它的论文名字叫什么，甚至于你得到的 DOI， 也就是它的这个论文的地址是什么，都会写出来，就像写它的家地址一样，所以就可以很方便的让读者可以定位到原本的文章在哪里。这就是这2者的关系。所以对于刚接触 APA Style 的你们，搞清楚 citation 跟 reference list 到底是什么，其实对于你们的论文的格式分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在 APA 的论文格式里，还有很多零零碎碎的一些，像是封面啊，或者是腰后还是 italic 等等的细小问题。
那些都会在之后的影片里一个一个专注处理。所以如果你对这一系列的教学影片有兴趣的话，我将会在每周更新，所以赶快订阅我，打开小铃铛，不然你会错过很多重要的资讯哦。我是菠萝生 JD，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拜。